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赵露思美腰冲上热搜，却没人提她36.9公斤时的眼泪。2026年7月26日，赵露思把耳机当作腰带的话题登上热搜榜。耳机、腰带，转了一圈之后还剩很多。这并不是一部科幻电影中的场景，而是赵露思本人所处的状态。照片中，她把一副普通的耳机绕在了腰部，显得很轻松。评论区全是这样的：女明星的腰也这么细吗？细？这是什么叫做细呢？这就是对人的不公。直接说吧，在成年人腰部可以缠绕一周，并且左右摇摆的标准耳机出现之后，美腰、蚂蚁腰、A4 腰的说法就不再有意义了。我们要谈论的是这个行业的女明星被逼到何种地步才算是结束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数据来证明了。2026年7月11日和12日，赵露思在澳门举行演唱会，共售出16000张门票，在1秒钟之内全部被抢购一空，43万观众前来观看，3.5个小时全程直播演唱，一共18首歌曲，并且没有假唱，没有后期制作，也没有替人演唱的情况发生。9个高定轮番登场，最快速度为47秒更换完毕。很敬业吧？已经很努力了呢。然后呢？热搜第一并不是因为他的唱功提高了，也不是因为他开了3个半小时的麦克风，而是他在转过身之后留下的那一抹腰窝。请鉴赏一下，一位女艺人为了一展歌喉舞姿而拼命地唱跳了3个多小时，但是观众们只记住了她的腰部有一块肌肉。这并不是赵露思一个人所面临的困难，这就是整个娱乐圈给所有的女艺人都画上的一道紧箍咒。无论你的歌声多么动听，舞蹈多么出色，最终都要回到腰是不是足够纤细，腿是不是足够修长，脸是不是足够小巧的考场上。最可笑的地方是什么？往前推1年半的时间，赵露思坐着轮椅，用鼻饲管喂食，体重只有36.9公斤。36.9公斤是什么样的概念呢？一个成年女性的体重还不到2个行李箱那么重。抑郁症、躯体形式障碍和分离转换性障碍曾经使她不能自理，往前走一步就是161厘米，体重只有79斤。医生说这是远远低于健康的水平，瘦到这个地步就会被人叫做骷髅、病态。好的，那么她会尽力去恢复。胖回来的时候只有82斤，脸蛋也变圆了，腰部也有了一些赘肉。那么接下来呢？生图一出来就被嘲讽为膀大腰圆、肩宽体壮，瘦了会被批评，胖了也会被批评。精修图被人说成是诈骗，而生图则被人指责为翻车。穿的太多会受到保守的指责，而穿的太少又会被认为是边缘化的。那么不管怎么样都错了呢？我认为这不是因为赵露思的身体原因，这就是整个社会对于女性身体进行的一次集体 PUA。 你瘦了就说你是病态、不健康的，你胖就说是不敬业、不管理，你说自己是精修的人，就会被别人认为是虚伪欺诈的人，你的图片就是你的失败证据。反正嘴巴长在别人的身上，怎么讲都对。没有理会的人就是镜头前面被仔细打量的女人。有人认为赵露思解约之后完全自由了，转型用力过猛，内衣外穿扭腰摆胯式打擦边球。问的是一个由36.9公斤爬回来的人，一个以前连矿泉水瓶盖都拧不开的人，一个被资本贴上了甜妹的标签，并且已经3年没有改变过的人，好不容易登上舞台了。穿什么，跳什么，唱什么，轮到你来点评吗？时尚博主曾经扒过她的演唱会服装，其中有一件鱼骨束腰的设计，
并非用来做装饰用的。在里面还有金属孔眼、缎带勒紧等结构，但是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加了内衬缓冲层。原文为：收腰并不是为了减肥，而是为了让身体更加稳定。听清楚了没有？所要求的是舞台上的表现能力以及对身体的掌控能力，关注的是腰部维度和是否露出肌肤。认知上的差异要比赵露思的腰围与你所持有的偏见之间更大得多。有人认为她一直没进组，或者说是不务正业。刚刚从抑郁症中走出来的人，体重由原来的36.9公斤增加到了可以唱歌跳舞3小时半的程度。你认为他该做些什么呢？无缝进组还会被骂成是胖了瘦了吗？那么就活下去吧。他的微博简介也跟着变了一下，现在还在恢复当中，但是已经可以工作了。6句话，很真诚，让人心酸。痊愈、治愈等词语都不合适，应该用4个字来表示目前的状态：正在恢复中，仍然在上班。这就是厉害的人，并不是因为腰很瘦才这样做的，而是因为在所有人认为他要摔倒的时候，他却站了起来，站起来，扭动着身体，挥舞着手臂，尽情地演唱了18首歌曲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初提出的问题，把耳机当作腰带来使用，好不好看呢？美个屁！这是整个行业、整个社会以及一套审美的标准，把一个女性艺人的生活逼到了绝境所留下的痕迹。赵露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就是一种强大的表现。但是说出这句话的人已经好了，而听这句话的人还拿着尺子去测量别人的小肚子。你认为赵露思这次转型是用力过猛，还是终于做回了自己呢？在评论区聊一聊吧。